怎样的幸运才能够真正实现梦想？这里讲述的就是一个3代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执着追逐中国航母梦，并终于让我们这一代飞行员实现了在航母上一飞冲天的故事。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大爹，咱这歼15真是漂亮啊！新机型试飞，非你秦大帝莫属。我也跟着沾光，能飞歼15太开心了。喊什么喊？谁不知道歼15是要上航母的？我做梦都想上航母，好兆头啊！我去，你腰怎么样？哎，什么腰怎么样？要干什么？我不干什么。不干什么？你干嘛这么问？我告诉你啊，亲爱的弟同志。重要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我腰能有什么事啊？啥事都没有啊！说着说着还跟我急眼了，你谁跟你急眼？别提这事儿。等你。张团，介绍一下咱们试飞员的情况。秦大帝，中国海军功勋飞行员，本团的老团长。他搞过试飞吗？我们过去一直在跟空军的试飞员合作。您放心，但凡入列海军的飞机，首飞都是他完成的。好。梁总，你有不舒服了？没事，有点小紧张。后台，谢谢。动摇，动摇！我是南海，我是南海。动摇收到，南海请指示。这款新机型的资料都熟悉了吧？熟悉过了。好的，再重复一下任务，主要实测新战机的 T 战术性能。海军装备部门特别强调，这是首次 C 类项目试飞，他们等待你的试验结果。今天你主飞，强子升空配合你。明白，可以开始了。是。栋梁，感觉如何？非常好，出奇的好，很舒适。很舒适是有原因的。南海，动摇准备完毕，请求开始。我是南海，检查飞机状态，检查飞机状态。南海，飞机状态检查完毕，一切正常，请求开始。可以开始了。动摇明白。大弟，这什么动作？瞄
唐总，这什么动作？这太危险了！这试飞员干什么呀？动摇，动量提醒，注意安全高度，注意安全高度。他飞得太低了，实战当中根本不需要这么飞。梁总，他就在炫耀飞行技巧，出了事怎么办？安静。这个试飞员的抗过载能力太强了，这么小一个角度，加力、俯冲加爬升，他扛过了。梁总，这不是加力俯冲，这是钥匙飞行。动摇，你表现极好，可以做第2个动作吗？如果感到疲劳，可以返航。明天继续。南海，我是动摇，可以再做一个动作，做完下一个动作，立即返航。动摇明白。这么一个动作，就测出了飞机的灵活度。大家别紧张，试飞员正在测试飞机在特殊情况下的稳定性值不值得信赖。动摇，可以了，返航。动摇，刚才你2次向海面俯冲，速度这么快，什么技术？是钥匙飞行。钥匙飞行？你从来没飞过，也没教过我。对，一直没有机会，而且它不在我们的飞行手册里。这个动作手册里没有啊？是，但有人飞过。谁啊？我师父于兆年，还有吴青天。为什么飞行手册里没有钥匙飞行？因为我们没有航空母舰。张队长，老板，辛苦了。舰载机研制总体单位的总工和他的团队想要见你，被我拦住了。但是一定要求我向你们表示感谢。怎么了？梁总说了，如果没有你们今天的试飞啊，他们都不敢相信自己造出了这么优秀的飞机。是啊，我们也没想到啊，我们的国产飞机性能这么优越。强子，到，你先上车。啊？回避一下。是。张团，但是我跟你说啊，有啥好事别忘了我。这墨迹。老秦啊，你的事儿呢，市里已经报到海军，本以为不会出什么岔子，但是有个新情况。什么情况？昨天海军来通知，由海军舰载机试飞员选调办负责所有人员调度。如果这次你还是走不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试飞员选调办，知道了。没有别的事儿了吧？没了。那我走了。
789团特级飞行员于涛向首长报到。空789团1级飞行员耿建林向首长报到。空578团1级飞行员江海向首长报到。空654团1级飞行员刘波向首长报到。空442团1级飞行员王小毛向首长报到。首席，我代表空军全体官兵来和同志们见面。要说什么，你们一定都想到。我今天来，既是和你们见面，也是为你们壮行。我不想请你们的客，也没有壮行的酒。我到了，见了你们就够了。你们这次去海军要攻克航母战斗力建设的所有难关，争取最好的结果。最好的结果是什么呀？最好的结果就是圆满的完成任务，一个不落的都给我回来。到了那一天，我一定请你们，而且还要把空军的所有首长都请到。同志们，有没有信心？有。好，于涛出列。我代表空军正式任命你为空军支援海军飞行员项目组组长。此任命不向外公布。你们到了海军以后，一切客随主便，坚决服从海军的管理和指挥。但是你们心里要明白，你们是代表空军的一个战斗集体。实际上，你们的任务有2项：第一项，团结海军的同志，完成航母舰载机的试验试飞的所有任务；第2项，打赢这场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没有打过的战争。你们到了海军，遇到了克服不了的困难，打电话给我，必要的时候，我会亲自上阵支援你们。同志们，还有问题吗？没有。入列。会见到此结束。敬礼。大队长。秦大队长好，空军飞行员于涛、耿建林、江海、刘波、黄小毛奉命前来报道。欢迎大家，给大家介绍一下，试飞大队陶思勇政委。加油！欢迎你们，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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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强，到，海军特级飞行员，来自海航101团。我现在是咱们大队的临时军务参谋，负责日常管理。欢迎大家来到海军航母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咱们就上车吧，去空军楼，好吧？行。101，你是101团的？对，我们都是101团的啊。你是101的是吧？啊，空军金头盔获得者江海向你致敬。哎呦呵，金头盔，金头盔获得者王小毛向您致敬。又有金头盔，你好，家人。我听说你们都是金头盔，是吧？对，厉害，厉害，厉害！欢迎啊，欢迎！来来，上车上车，请。哎，大弟，又来一批。来，后边，后边，快点啊！张伟，曹队长，整队，是。来集合，来，所有人乘2来集合，快快快快快！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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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这空海都是一家了啊，就别按空海分了吧，按高尔个，重新排一下。建林，来换一下。向看齐，向前看，不胜1、2、3、3、5、6、7、8、9，全1名。当长同志，全队集合完毕，应到20人，10到19人，请指示。有令。是。谁没到？
120团谢震预备到。排长，到，出列，这儿。回宿舍，看看谢振宇怎么回事。命令他出走。这儿。全体都有了，向右转，跑步走。1、2、1，看见了吗？这就开始了。注意力集中。1、2、3、4。起床，起床，起床！还睡啊？出操了，就差你一个。不是干什么呀？上操课呢，不知道吗？今儿礼拜天，出什么操啊？所有人都到了，就差你。你看，一看你就没看这个。这里面有纪律守则，还有这一个星期的操课表。赶紧的。哎，给我把牙膏挤上啊！我再给你做个面膜得了。1、2、3、4，1、2、3、4，1、2、1，1、2、1，1、2、3、4，1、2、3、4。部长，组织大家唱首歌。跑步唱歌。服从命令，3大纪律8项注意。是。革命军人，革命要牢记。预备，唱。革命军人，革命要牢记。报告！请求入列，入列，上！先不先指挥，不了一致才能得胜利。第二步，拿群众应对前，群众对我永不有喜欢。第三，一切教会要归公，不必艰辛，人民的负担。1、2、3、4，1、2、3、4，1、2、1，1、2、3、4，1、2、3、4，1、2、3、4，1、2、3、4。上军，左军，预备，立正，敬礼，左军，预备，立正，好嘞，这边，部长，好，集合队伍，来，集合，集合，快！向右看去，向前看，视线。讲一下，首先，今天的早操，大家士气高涨，动作认真，提出表扬。8点钟，在宿舍楼前集合，全大队去国家师飞院参加师飞大队的成立大会，不许迟到。解散。我跟空军的聊2句，你先去。是。老于，好久不见。老谢，上次驱逐罗伯特，你表现不错。那还不是多亏了有你这个僚机进来帮忙。我那不是怕你犯错误吗？从大学开始，你就是觉悟比我高。听说你这次哭着喊着要进师飞大队，是想跟秦大队长来一场空中对决？难道你不想跟他在天上比划比划？我很期待你们这场对决。这样的话，没准咱俩也能把旧账算一算。我就喜欢你这种越挫越勇的样子。不过话说回来，这一次海军和空军的优秀飞行员都集中到这儿了，那咱们往后的每一次对抗，那可都是世纪对决啊！哎，这你放心，天空毕竟是属于空军的，我们会带着你们海航的这些小兄弟，共同进步的。一言为定啊！哎，等一下。喂，是，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空军餐厅这儿。好，来了，路口左转。谢谢。慢点。不客气。你们也是试飞员吗？不是，我们是专门修理试飞员。哎，你这小姑娘嘴够厉害的，还占我们便宜。谁小姑娘啊？娇姐，叫阿姨。
你好，请问是夏树柳宁大同志吗？是。你们好，宿舍在这边，我帮你们。谢谢，石家啦。高彦哲，哎，好。喂，杨货，这么早给我打电话？哎，你是不是很忙啊？啊，还好。那个，你能不能给我妈打个电话呀？她一直生你气呢，我把原因都揽在我这边了，但你丈母娘那脾气……好，我马上打。我跟她说的是，咱们俩都有新的任务，而且是我主动把婚期推迟了，所以你别说漏嘴了啊。杨货。等我们的任务都完成了，我一定给你一个你最想要的婚礼。我发誓。于涛，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想在哪儿办咱俩的婚礼啊？暂时保密。行吧，我不问了。不过我也有个事儿跟你保密。咱俩的秘密可真够多的啊！我不跟你说了啊，我出去吃饭上班了，别忘了给你丈母娘打电话。放心吧。哎。注意安全啊！挂了啊，妈，爱你。妈，高文，高文，到，把仙女给我叫来。是。政委。干嘛去？大队长让我去找谢振宇。现在啊？对。请进。哎，子勇，什么事儿？谢振宇他们的事情，还是交给我来处理吧。子勇。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给我减轻压力。我这么做，是不希望是非大队还没开张，你跟谢振宇就干起来了。你笑什么？哎呀，思勇啊，你把我跟谢振宇看的都太脆弱了。他如果这么脆弱的话，那他根本就没有机会留在是非大队。我也如此。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表个态，如果他能通过最后的考察，留在是非大队，那么就是我的下属。不管他之前是什么样的人，我都有责任让他成为一名合格的、优秀的，甚至是顶尖的战士，能够胜任任何作战任务的试飞员。他马上就要过来了，你先回去吧，啊！按照条令条例，我有责任对我的下属进行管理教育。我不走，这样行不行？万一我跟他谈崩了，你再过来救场，行了吧？你保证？我保证。报告，进来。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知道，我昨天晚上入营太晚，没有熟读大队长交给我的纪律守则和操课表，导致星期天的早上延误了出操。还有吗？没有了。没有了。你告诉我，离开医院之后，你们又去了哪儿？报告大队长，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们离开医院之后，已经很晚了。我请他们吃了顿宵夜。当然了，小王胃难受，主要是我和康延成吃的。如果大队长认为这也算是我的错误的话，我愿意接受处分。即便是这样，如果你能在凌晨2点10分之前按我的命令阅读本大队纪律守则和操课表的话，你仍然能够做到今天早上按时出早操。大队长说的对，我承认错误。依据纪律守则第3章第11条，我应该在全大队面前做出检讨。这么说，你利用下操的这段时间，已经读过这份纪律守则了，烂熟于心，而且保证以后不会再犯。
回去了。您不出吗？是这样的，第一，昨天晚上的事情是发生在你没有入营之前，原则上我不能处分你。第二，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是在你没有读过本大队纪律守则之前，按照我军管教一致、教育先行的传统，我不能去处分一个还不知道这份纪律守则存在的人。但是从现在就不一样了，你已经读过这份纪律守则了。如果再发生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出现的事情，你一定会被执行处分的，明白了？明白。好，你可以走了。我还有一个问题要请示大队长。说，入队以后可以请假吗？可以，但是我要告诉你，除非发生极特殊的情况，否则我不会准假的。星期天和法定节假日，我说过了，我一般不会准假，包括节假日和星期天。为什么？因为我们到这儿来不是来度假的，我们是要集结成一支上战场的队伍。一支上战场的队伍是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请假的，明白了？明白。你可以走了。是。你们俩的谈话我都听到了，那又怎么样了？我更加坚定了，侯团长反对他进是非大队，是有道理的。说，一个人能把自己的错误说得像成就和功劳，而且还气定神闲，主动要求给自己处分，你以为这个人好对付吗？思勇啊，你到底想说什么？我认为谢振宇比我们想象的更难对付。他今天这么痛快就来承认错误，而且还主动提醒你给他处分。一，他知道你不会这么做，原因后来你自己也跟他说了。二呢，嘿，二，行，你说。二是这个人下定了决心，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阻力，都要留在是非大队，直到实现自己的目标。思勇啊，我们是他的直接领导，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去随意的猜测自己的下属。即便是他真的为了这样目标而来，事情也不会像你想的这么糟糕。秦大地同志，你现在不是101团的老团长了，你现在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和使命。这个责任和使命不允许你自行其事，随便接受任何人的挑战。说实话，谢振宇没有向我发出挑战，即便是他向我发出挑战，我接受不接受，怎么接受，我都可以选择呀。问题啊，现在还没有发生。谢振宇啊，能不能留在是非大队，还得看。真正的考验是从今天上午开始的。如果是他经不起这个考验，留不下来，那你还担心什么呢？走吧，吃饭去。那年，于海洋烈士28岁，一款新型的战机到了试飞场。于海洋同志刚刚探亲回来，还没有休息。本来团里指定的试飞员是我也做好了准备。但是前一天晚上，我们所在的地区突然降温，那个时候飞行员的宿舍条件不是很好，房间透风漏雨。第二天早上，我发现我感冒了。头痛欲裂，打喷嚏，咳嗽的厉害。领导问我还能不能飞，我说没有问题，可以。但是这个时候，于海洋同志提出要替我飞，当时我也没想到会发生别的事情，因为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有时候他替我，有时候我替他。考虑到我的身体状况，上级领导批准。从那天起到今天，31年过去了，我一直不能原谅自己。为什么早不感冒，晚不感冒，偏偏那一天感冒？我也不能原谅于海洋，为什么早不回来，晚不回来，偏偏那一天回来？其实他的假期还有好几天呢。第二天我还是赶到了机场，目送他驾机升空。当时我什么也没有想，因为他是一个特级飞行员，是我们当中最好的，所有的人都对他充满了信心。可是同志们可能已经想到，那也是一次普通的试验试飞，试验的对象不是人，而是飞机。那一天，就是因为飞机出现了故障，它飞到海上，
再也没有回来。现在，请同志们最后看他一眼。他为了一代国产功勋战机的问世，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他的年龄、面孔，连同脸上的笑容，再也不会改变。他永远只可能这么年轻了。开灯。下面我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成立大会现在开始，进行大会第一项，全体起立，脱帽。向新中国成立以来牺牲在试验试飞战场上的烈士们默哀1分钟。默哀毕。现在进行大会第2项，宣布海军命令：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成立。请大队长秦大地同志、政治委员陶思勇同志上台受领军旗。向军旗敬礼。礼毕。请坐下。我要讲的话不多，只讲2句。第1句。使命光荣，任务艰巨，过程艰苦，但是一定要完成任务，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完成任务。下面我讲第2句，中国航母试航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大家都知道了。但是我在这里可以告诉大家，中国人开天辟地第一次搞航母。就像我们当年搞2弹1星，非常难。外国人对我们封锁非常严，没有人希望中国人搞出自己的航母和舰载机。我们呢，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这个大姑娘还2手空空，嫁妆箱子里什么都没有。中国人怎么样才能拥有自己的航母和舰载机？靠谁？靠你们。你们靠谁？你们就靠不了别人。只能靠自己。在100年内，美国人因为在航母上起飞和着舰技术的失误，损失了数千名飞行员。我刚才讲了那么多，其实就是为了讲出最后一句话。我在这里宣布，虽然你们经过千挑万选进入了试飞大队，但是仍然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如果没有做好牺牲的准备，可以选择退出。还有，你们的大队长秦大地同志对你们最后是不是都能留下来，我有最后的决定权。我再说一句，无论你们在今后的1个星期内做出怎样的选择，都不代表你们不能留在海军和空军做飞行员。它仅仅说明你们不适合做舰载机试验试飞员罢了。我讲完了。散会，全体起立。
不是说下午接着开会吗？怎么跑这儿来了？这哪儿啊？不要问于涛同志，我马上就告诉大家，这是什么地方。在告诉大家之前，我问一句：上午在国家试飞院，大家看到什么了？看到了牺牲的前辈。对，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在大战之前都要做准备工作，这儿就是为我们这些人准备的地方。有准备是我军的传统，但不是必然。我们现在谈牺牲，就是为了减少牺牲，甚至没有牺牲。妈妈，水来了。来，儿子，喝水。为什么要在这里种树？因为你爸在这儿，种了这棵树，你就不会忘记它的位置了。你得记住这儿，啊？为什么要把爸爸埋在这里？你爸呀，喜欢大山，也喜欢种树。他以前总说，他看着这些小树们茁壮的成长，就像看到他的那些学生们一样。他希望他们呀，早日成才。在这儿好，你爸呀愿意守着他们。儿子，爸爸不在了，但爸爸一直看着你呢。他会看着你长大，看着你读书，看着你考一个好大学。爸爸知道，小雨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儿子，这棵小树啊，它会跟着你一块长大的。你给它起个名字吧。鲲鹏。想什么呢？我找好了个地儿，你要不要挑挑？我埋哪儿都行。我要是走你前面的，幸亏你在我身边种棵树。我要走你前头，我那墓碑上你给我写上“天霸已当机，来日再战”。成交。看完这里了，回去开会。哎，下山集合。哎，树的品种有没有要求？看你喜欢。他为了一代国产功勋战机的问世，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他的年龄、面孔，连同脸上的笑容，再也不会改变。他牺牲的时候，我对他并没有什么印象。那时候我才刚生下来，31年了。我心里一直都在想他，在心底塑造他，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在那个地方见到他，我终于觉得我这个儿子找到父亲了。我大概能理解你的心情。真的理解，是不是因为今天你也成为了试飞员，也要走上属于你自己的特殊战场？不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见到他的面容，突然觉得他当年是带着笑容走上了战场。31年过去了，他不但还活着，而且想告诉我，他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当初的选择。今天我们也不会后悔。
这哪单位的这么开车？啊，疯了！首长，好像是秦大队长和陶政委的车。靠边停车！快打电话，让他们停车。是。秦大队长，我是小徐。首长，请你们停车。首长发现你们了。好。小刘，前面掉头。陶政委，我是小徐。徐秘书啊，首长看见你们了，我们在你们的对面车道上。首长，请你们停车。什么请？命令他们停车，跑步来见我。是。首长命令你和秦大队跑步过来见他。报告首长，首长，立正站好了。笑什么？我藏的那包烟呢？报告首长，被阿姨没收了。没收了？他是纠察。我说你这小鹏你怎么搞的？让你藏包烟你都藏不住，这要打起仗来，你肯定是个逃兵。首长，抽烟是个不好的习惯。有火没烟，都得打那埋伏。拿出来。首长，这回搜查的特别彻底，而且阿姨还说了。如果再发现我替你打埋伏，他就不让我进门。不让进就不让进吧，烟不让抽，酒不让喝，我都不想进去了。你进去干什么？首长，您喝茶。首长，秦大队和陶政委已经站了一会儿了。让他们站着，吹吹凉风，脑袋瓜子凉快了。弯道上超车。你看你，非跑到这儿来告状，路上给我瞎摁了，这下有好看的了。我现在懒得跟你说话。你这个人呢，最大的就是不能迅速的适应环境。首长让你站一会儿，怎么了？就扛不住了。你的军姿趁这会儿好好给我练。少说两句，首长过来了。这会儿脑袋瓜子凉快了。是。陶博士，你呢？报告首长，我反对给我起绰号，首长也不行。回答我。现在脑袋瓜子是不是清醒了？我一直很清醒。少气！还笑？就冲你们弯道上超车，我就可以关你们的禁闭，撤你们的职。这么多大事儿，正经事儿不干，跑到这儿来飙车。说话。是。首长日理万机，不也是到这儿来了吗？我日理万机，有你们两个不省心的部下。我是一击也理不了。回答我。报告首长，我是去总指挥部汇报工作的。秦大帝不是，他是来搅局的。首长，他这话跟实际情况有出入。既然是汇报工作嘛，我也应该参加，这样免得首长偏听偏信呢。我偏听偏信？首长英明，我英明，你拍马屁都拍不到点儿上。说吧，你们要汇报什么事儿？首长，在这汇报，这儿怎么不行了？叫你一声陶博士怎么了？在机关里装的像个知识分子，到了部队学的跟他一样，浑身上下都是刺儿。你先跟我过来一趟。是。报告首长，这事情是由我而起，应当由我先向首长汇报。你给我立正站好了，有叫你的时候。首长，你一定要阻止秦大帝，你不能让他这么干。不能让他怎么干？到底出什么事了？他要在队里进行全大队的系列空中对抗竞赛。嗯？时间这么紧张，是验是非马上就要开始了，他还有心思搞这个？是啊。为什么？怎么样？告赢了没有？首长喊你呢，还不快去啊！您把车开过来。
大弟，搞，你搞什么名堂？首长，怎么了？为什么要在队内搞一场系列对抗赛？你不说出让我信服的理由，我现在就撤了你的职。报告首长，搞一场系列对抗赛，对目前的试飞大队来说是非常必要。为什么这么说？说说你的理由。思勇，首长让你过来，快点啊！今天咱们来个现场办公，你们两个人的想法我都听了，好像我得有个态度。首长，我再次强烈请求您考虑我的意见。谢振宇不能留在试飞大队，还有这个系列对抗赛不能搞，万一他要是被别人打败了，他这个大队长就不好当了。首长，我不同意。首长，我还有一个理由。还有一个理由，为什么刚才不说？刚才我没考虑清楚，现在想清楚了。是，说。他执意要搞这个系列对抗赛，就是他认为自己能打败所有的人，顺理成章成为第一试飞员，然后就可以在每一次的试验试飞中，头一个冲上去，承担所有的风险，包括第一个去牺牲。思勇，你胡说什么？首长，您瞧瞧，刚才他说反对系列对抗赛，还担心我这个大队长被打下去以后就不好当了。现在他又这么说，怎么了？我是大队长，难道我就不是试飞大队当中的一员吗？就不应该去竞争这个第一试飞员吗？还真让我想对了。第一，打败谢振宇；第二，利用这样的方式做第一试飞员。全队所有的人还说不出反对你的理由，你就是这么想的。昨天开会前你就想好了。首长，虽然他这话不是我的意思，但是有件事情还得请您点头。什么事？我请求过首长用我自己的方式带这支试飞大队，首长当时是同意的。假如我如愿以偿，打败所有对手，首长您，包括思勇，就不能阻止我来成为第一试飞员。首长，这就是我最担心的事。如果他做第一试飞员，万一出事，以现在的情况，试飞大队谁又能领军？全海军里还能挑出谁来接替他的位置？大弟，抛开个人感情，就工作而论，这也是我想要问的。首长要是这么问，第一个是于涛，接下来，我认为就是谢振宇。通过这场系列对抗赛，我们也许能发现更多的领军人才。首长，我们不只要完成舰载机的试验试飞，我们将来还要完成航母部队空中飞行编队的编程。我们海军未来还要组建大批的舰载机战斗员队伍，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从现在开始去培养大批的领军人物。所以你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都需要进行一场队内的系列对抗赛？是，首长，我坚持反对意见。首长，我就直说了吧。大地现在是我们试飞大队的领军人物，他尤其不该想，如果他牺牲了，谁来接替他的位置？我这么想了有什么错吗？首长一开始就知道我是这么想的。而且我从一开始组建这支部队的时候就应该这么想。我是一名老兵，又是一名老试飞员，在这支队伍里，我经验最丰富。难道我就不该这么想吗？秦大弟，你敢跟我撂蹶子，现在就可以回家伺候媳妇儿去了。你怎么还不走？站这干什么？首长还没有做出决定呢。你们做事需要掂量，首长就不需要吗？哎呀，往里送。你上来干什么？下去！我下什么去？开车！等等！哎，我们是不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现在不是了，你是党委书记，有意见为什么不在党委会上提，偏偏跑到这儿打我的小报告？
那些话，你让我在党委会上怎么说？你是大队长，是带领队伍攻山头的指挥员，你不是剑道班班长，更不是第一爆破手。我现在就是剑道班长，你就是剑道班班长，也应该知道自己的指挥位置在哪里。你该待在班长的位置上，而不是第一爆破手的位置上。你给我装什么糊涂？你知道我不是因为这个才跟你生气的。大弟，剑太极是也是非，到航母成军，是一个漫长艰苦的过程。这个过程到底有多漫长，我们现在谁都不知道。首长在会上不是说了吗？一定会有牺牲，但我始终认为这第一个牺牲的不该是你。为什么就不该是我？就因为我有一个瘫痪的儿子，还有一个长期生病的父亲。你知道我因为什么生你的气吗？我就是因为你向首长暗示，说我跟别人不一样。我告诉你，思勇，你这么做不但伤害了我，你也伤害了我儿子和我老婆。大弟，你要这么说就不讲理了。我承认，那一瞬间我是想过气你，但是我反对你做第一试飞员的理由不是因为情义，也不是因为诬小。万一你第一个倒在试飞场上，你有没有想过，你会打乱首长的整个部署？这是对事业的极大不负责任。在我军历史上，只有领导身先士卒、牺牲在前，部队才会一往直前、所向无敌。哎，大弟，首长回来了。首长，您怎么又回来了？我怎么就不能回来？我想好了，你们两个听着。我原则上同意秦大帝的提议，同意试飞大队利用3天的时间搞一场系列对抗赛，同时排出试飞的顺序。主席，讲一下，请稍息。向大家通报一件事情：根据任务需要，经总指挥批准，从明天开始，我们的操课计划将进行调整。今天准备1天，明天全大队将举行系列对抗赛。对抗赛的结果将决定本大队试飞员的试飞序列，冠军也就是第一试飞员。下面宣布竞赛规则：为保证对抗赛公平公正，经党委会研究决定，先由海军的同志进行2-2对决，胜者进入下一轮，负者淘汰，直至决出5名的优胜者，再由他们和5名空军来的同志进行1对1对决，胜者进入下一轮，直到决出第1名。安静。在这里，我有2个补充规定。首先声明，这2个补充规定不是我这个大队长，也不是党委决定的，而是总指挥在我们反对的情况下命令我们执行的。第1个补充规定，本大队长直接进入冠亚军决赛，1场定胜负，获胜者将获得第一试飞员的资格。不要觉得我让他直接进入最后的决赛就有什么不公平，不公平就不公平。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公平。一句话，他是大队长，他们不是，这是命令，不讨论，只要你们执行。第2个规定，对抗赛不是只搞这一次，通过这次对抗赛排出的试飞顺序，也不是一成不变，一战定终身。一战定终身不行，这样不利于调动大家，包括空军飞行员的积极性。首长要求我们，每进行一次重大的试验试飞任务之前，都要搞一次，重新排列试飞顺序。至于哪个阶段再进行系列对抗赛，由我来决定。首长，我担心我不参加所有的竞赛会不会……我说过了，这是命令，不讨论。首长说了，这是命令，不能讨论，只能执行。安静。回去以后，竞赛的日程表已经放到各位同志的屋里，上面写的非常清楚。再强调一点，今天1天准备时间，明天上午8点，对抗赛准时开始。最后一条是政委和我对大家的要求：注意安全。这不过是一场普通的排位赛，
一定要注意飞行安全规程。如果有谁为了获胜而犯规，成绩取消，排在大队最后一名。都听明白了吗？明白。解散。你怎么了？有事啊？现在是覆水难收啊！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你。担心的是我，你这话说的，是要吓死我啊？是不是想让我取消对抗赛？我能吓住你啊？你从一开始就设计了这件事，现在成功了，这心里正美着呢吧？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定要注意谢振宇，他准备了3年，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背后还有吴京天。吴老一直为当年你打败他耿耿于怀，现在终于可以如愿以偿的让他的学生代表他跟你进行一场对决。我相信谢振宇一定会无所不用其极，别的我不担心。第一，我担心你的安全；第二，我担心的还是你的安全。担心我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我没心思跟你开玩笑。空中对决也是战争啊，没有绝对的安全可言。你要再敢说这么一句，我马上报告首长，好，要求取消对抗赛。好，我不说了，不说了，安全第一，行了吧？万一啊，我是说万一，谢振宇要是赢了你，你真的愿意把第一试飞员的这个机会交给他们？当然了，立下的规矩，当然要守。把这么重大的责任交给他，你真的放心？你想听我的心里话吗？你说。如果说他能把我打败，我肯定会把责任和位置交给他。可惜他不能。我猜想，现在这个秦大帝和于涛俩人肯定琢磨着怎么干掉你。在他们俩的心里头，你比你自己想象的还要强大。尤其是这个于涛，之前你们俩就有过节，他肯定琢磨着怎么打得你满地找牙。谁满地找牙还不一定呢，他毕竟是我的手下败将。所以你这回啊，一定要精心准备，不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先把于涛干掉，进决赛挑战秦大帝，再把他拉下神坛，一战成名。我听你。我强调一下啊，这场仗，我们只有赢了，才能在未来的试飞试验任务中掌握话语权。光赢还不够，还得赢得漂亮，全赢。全赢？对，只有完成全部比赛，才能把海军舰载机试飞试验大队变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试飞试验大队，来完成首长在我们出发的时候交给我们的任务。不愧是我们空军的王牌，你的意思是？打起仗来，3军联制，支援海军，也就是帮我们空军。怎么样？你们有信心吗？有。首长好，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时间到了，开始。好，听我命令。起步。首长，您看，这边的山路炸开后，就能拓宽我们机场的主跑道。
你们选的地方想好了没有？想好了，同志。在这里，靠近海边，东向，又是山头，按您的要求。在。走，去看看。稍微慢点，就是这样。首长，您看，这儿您还满意吗？这地方好啊，面向大海。这山叫什么名字？磨盘山。磨盘山是。从现在起改名叫英雄山。是。首长，要是有人问留下这块地做什么，我怎么回答？打过仗的人不会问这个，你可以告诉他。这是战争准备过程中的最后一部分。明白。走。这个地方，给我留着。是。走吧。铁志宇，听说了没有？听说什么呀？别跟我装傻。那件事，你什么想法？我的想法就是，你作为我的僚机，你能不能一步不离的跟着我？你看你刚才飞的，我还得怎么跟呢？啊，我跟你在天空上拧麻花啊！我告诉你啊，只要你能跟得上我，你就是全海航最好的僚机。那件事跟你就有关系。你少来吧！你变相说你是全海航最好的长机，不就是吗？一上天就想争第一。我跟你说，你这就是一种病。你睡吧，我去。儿子，上厕所啊？大的小的？大的。好，来。把头放好。好了，老爸。儿子，你
你真是太重了，你妈怕是抱不动你了。爸爸，昨天晚上又跟我老妈干仗了。儿子，有事儿再按这个铃啊。爸爸，您是要脱军装了吗？你想什么呢你呀？大人的事儿不要管，赶紧睡觉。好，爸爸。晚安，把灯关上啊。几点了？3点1刻了。今天你能不能在家看一下秦毅？我要去见导师。今天不行，上午我跟强子要做试飞准备，下午要给新来的飞行员呢。我今天必须要去见导师，你拦不住我的。那这样，我给强子他媳妇儿打个电话，让他关照一下秦毅。我现在就给强子打电话。现在什么时候啊？人还睡着呢。等天亮了我来打吧。老刘又来电话了，航空公司那边已经跟你说好了。他们就缺一个你这样的人，既能飞，还能给新的飞行员做教员。你是空军飞行员，他们答应支付最高年薪，比你现在的工资高多了，还给一套200平米的海边大房子。每周只要工作3天，其余4天可以在家照顾秦怡。老刘说，他最怕的是你说好的事又变卦。你怎么不说话呀？你不说，团里已经同意报到师里去了吗？是，已经报到师里了。首长，海航基地1号首长报告，发现不明国籍的战斗机2架，接近我国领空，立即驱离。2栋，接近目标，接近目标。明白。就在前面了。长江让我盯住你，不能像上次那样越过作战区域。亮翅膀。明白。盯住 A 机，今天就要狗屎运了。什么？我们碰上了火鸡大队的王牌罗伯特。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你已接近中国领空，请亮明你的身份、国籍和飞行目的。We're under freedom of navigation. Please keep away. 你已接近中国领空，请立即离开。The Chinese airmen, hard time, bro. 不用跟他废话了，用实力告诉他。什么是边界的意义？明白，靠上去。收到。梁栋，你负责他的僚机。收到。洞11、洞12。目标已经出现在 S71海区，已有2架海军飞机投入驱离，要注意敌我识别。洞11明白，洞12明白。我们的任务，待机支援，并在敌机试图接近时，果断予以驱离。洞11明白，洞12明白。
发现海军飞机和敌机一架。已对此敌机实施驱离，我去找另外一架。中央2明白。 我这边是海军120团的老康，你那边应该是他的长机老谢。你们马上就要越过作战区域了。哎，这俩小子干什么？毛病又犯了。两拐，我是长江，听到回答。两拐，我是长江，听到回答。谢振宇，我警告你，不得越过作战区域，不得越过作战区域。长江，我是两栋。 不明国际敌机2架侵入我国领空，1架已被我驱逐，另一架呢？正在被驱逐。命令两拐不得超过作战区域，明白吗？两栋明白。两拐，团长让你不要超过作战区域。 漂亮，老谢，这个翻身漂亮。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警务参谋到。谢振宇一落地，把他给我关警卫室。还有那个康延成，一起关。团长，老谢是该关，可是康延成有点冤枉。冤枉？他俩是穿连裆裤的，一个吹笛，一个捏眼，一个偷驴，一个拔角，冤枉不了，执行吧。这儿。 两拐，敌机已被咱们驱离，返航吧。海军的谢振宇，这小子要干嘛？他还想像上次大比武那样再锁定你一次吗？两拐，你在干什么啊？ 我命令你马上脱离，立即返航！我命令你马上脱离，立即返航！洞11已联系海军，命令对方脱离，你率先脱离，马上执行。洞11，你又差一点被谢振宇那小子锁定。这小子还真是长见了。 赵参谋，你怎么来了？于大队长，值班首长要求我们调查海军飞行员在 S7E 海区对你发起的挑衅事件，并写出书面报告。你是当事人，请跟我们走。好吧，我跟你走。我自己向首长解释。我也去，我是见证人。哎，等一下，海军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啊？刚刚接到军情通报，中国第1艘航母平台要出海试验试航了。还有什么？海军要成立航母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 已经在全海军选人了。天哪，你说这小子会不会是？这我就知道了。哦，对了，空军也要选一支队伍去支援海军，加入他们的试飞大队。上车。
关进去了啊，很好，就让他在里待着，不听他说。他说什么？他差点锁定的是于涛。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啥也不是。啊？怎么处理？哦，那要是真的，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冷处理。等一下啊。我记一下啊。海军通知。什么情况？侯团长，那件我们盼了多少年的事儿，开始了。这么说，我们赶上了。对，赶上了。师傅，又带酒来了，孝敬您呐！我不要，拿回去。知道为什么打电话让你过来啊？想我了呗？想你了。我是看了你最近的飞行记录才让你过来的。我问你，你是不是把我和于兆年老团长以前进行的空中对决的资料和录像全都看过了？您怎么知道的？回答我的问题。是。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我从你的飞行记录中看出了钥式飞行。你小子什么时候学会的钥式飞行啊？师傅，您今天叫我来，是要对我的钥式飞行进行点拨吗？严肃点。谢振宇，到。我要说的是，你的时刻到了。我的时刻？我师父于兆年，我还有秦大帝，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时刻啊。现在轮到你了。只有心怀鲲鹏之志的飞行员，才有这样的时刻。学生不明白，师傅您说的是中国航母，还是说希望我在下一场空中对决中战胜秦大帝？不是我希望，是你自己一直想。你的那套新的战法我看过了，我用3个字概括：快、准、猛。其实我还能不了解你吗？你小子跟于涛斗，跟秦大帝争，绝非怄气。你一门心思就是必须上航母。当然，你这么想是没有错，每个飞行员都会这么争。西边、东边的国家100年前就有航母了，有了航母就代表着他们可以耀武扬威地到达任何一个国家，他们想去就去，想打就打，没有理由，没有缘由。从新中国成立就在我们家门口飞来飞去，横冲直闯。过去咱们没有航母啊，家伙事儿不应，只能外交抗议。现在我们终于有航母了，你小子也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你前天是不是一天打了2场空战，全是为了惊动八方？你想用这种办法进入试飞大队，而且也可以实现和秦大帝进行空中对决的愿望，对不对？这您说的呀？说秦大帝在海军空王的位置上坐得太久了，得有人让他挪挪腚了。对，秦大帝一定要被打败，而且越快越好。
你知道因为什么？学生不知。从中国拥有第一艘航母起，中国海军就应该拥有一支能在全世界海战场上打胜仗的舰载机部队。它将创造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来没有过的辉煌战士和光荣。这样一支部队需要新一代的领军人物，他们的故事会像我的老团长于兆年老英雄那样彪炳青史。可惜我是没机会了，但是你有，而在这之前，你就必须先打败秦大帝。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出第一条跑道来，明白吗？明白了，首长，第一条跑道已经提前施工，他们有可能提前2个月搞出第一条跑道。2个月？对，那就是说最快1个月的时间，我们的舰载机、阻拦索，还有飞行员，就可以在这条跑道上进行试验试飞。是啊，还有呢，首长，我的队伍正在集合，我会抓紧时间训练他们，保证实验试飞一开始就有一支过硬的地面保障队伍。军中无戏言，保证完成任务。老刘，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掐着日子过了。嗨，早就习惯了，哪回不这样啊？苦啊！行了，陶博士，现在有时间了，你说说你这一块儿。报告首长，组建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是和航母试验试航同等重要的大事，我的工作已经展开了。不要说废话，说你们的工作进展到哪一步了？根据首长指示，我们在海军最优秀的飞过3代机且飞行时间达到800小时的现役飞行员中进行了初选。另外，从空军飞行员中遴选试飞员，支援海军的工作也已经开始了。这是我们的初选名单，您看一下。于涛，于涛是空军飞行员王牌中的王牌，连续5届金头盔空中对抗竞赛的冠军。我知道，于海洋的儿子，他的爷爷是我们海军航空兵的老英雄，于兆年老前辈。你接着说。首长一定担心我们能不能把于涛弄过来。我们跟空军进行了沟通，得到的答复是海军搞航母，空军不惜一切支持。但是任务完成了，人还得回去。你怎么回复的？首长，您希望我们怎么回复啊？笨，什么好听的说什么呀？至于人来了，我们让不让他回去？我明白了，首长，既来之则安之嘛。行了，挖墙脚的事儿咱们就不谈了。现在说说咱们自己的事儿。试飞大队由谁来领军？你们考虑过了吗？我们觉得这应该是首长您考虑的问题啊。这上面怎么没有秦大帝的名字？秦大帝今年44岁了，对战斗机飞行员来说，已经到了极限年龄。秦大帝和你是一代人，不是吗？是，首长，我是这么想的。航母战斗力的最重要部分，应该是年轻的一代人。你在哪里发现有比秦大帝更合适的人选吗？目前还没有。那你说什么废话？秦大帝现在怎么样？申请转业，团里报到师里，师里同意，已经上报海军了。转业？胡闹！谁干的？秦大帝不能转业。首长，大帝家里的情况，您应该清楚。孩子有病，老父亲还半身不遂。这些年，大帝精神上、经济上承受了太大的压力啊！要打仗了，你跟我说他家里有困难，有困难，军人就不上战场了吗？啊！通知101团，让秦大帝来报道，我要跟他谈话。是。